播 ATM， 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在未来银行的金库里面充满了钱，希望大家用智慧来换现金。今天的主题，创业者的智力对抗赛，哪个智哪个力？智力跟经验啊， Yes 是一起来欢迎姜黄华。哇，好，大家好。哇，他常常在很多开讲的里面当公证人。我以前认识他的时候，这么年轻，现在是创办人，现在已经创办了律师事务所，就自己开事务所，我出道比较早。律师竞争很激烈啊，对，竞争很激烈。出到那么多，有这么多官司可以打。没有这么多官司啊，所以我们除了开庭打官司以外，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对，像我最近就是也写了一本书，就是也是跟法律有关，但是我今天把书忘在2024年，我忘了带过来。但是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认真的人，因为他有认真的打扮。有，还有，跟我说未来科技啊，科技风，那我就穿未来科技风来啊。有，跟我蛮像的了啊，差蛮多的吧？对，接下来介绍是艾雅。哎呀，欢迎，大家好，我是艾雅。艾雅也当老板了，创业啊。素食麻辣锅。对我创业其实才2年多，应该跟现场的各位比起来，我算是创业比较嫩一点，可是他小白一点。年年破亿啊！好好，去年啦，将近，就是期许今年可以翻个倍这样。来，接下来介绍这位你来好好介绍一下。伯恩，好，欢迎。郑伯恩。回来抢钱了，又来啦！目前是我们最高奖金的得主42000。感谢江医师的努力奉献，对他陪我厮杀到最后一刻，牺牲自己照亮我的账户。是。现在也当老板了，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呢？我现在有2个事业体，一个是萨泰尔娱乐，然后就是大家熟悉的夜夜秀啊、演上这些 IP，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开一个喜剧的酒吧，叫23喜剧俱乐部，在林森北路。接下来介绍 Nanako， 欢迎。Nanako 是厌世甜点店的老板，怎么取名叫厌世甜点？越吃越厌世吗？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我们在讨论要怎么成立这个频道的时候，其实我本人私底下很爱骂东骂西。我以前在当员工的时候也超爱骂老板的。所以大家都发现我这个特质之后，发现我就很容易跟别人引起一些共鸣，所以就结合我的甜点，就是我的专业，然后一起创立这个频道。然后本身在南港也有开一间小小的甜点店，对啊，目前的频道就40万订阅，不嫌弃啦，大家不嫌弃，比伯恩高一点啦。的个人频道，对，15，欢迎你来，欢迎。接下来是佩佩，佩佩是婚纱店老板。我很久没看到他，他刚刚在门口碰到他，你直接说你是佩佩还是依依？他说我是佩佩啊，我知道。直接先报上名来。那你事业还是如日中天？还可以，不要谦虚。就现在有另外又开了一个补习班，就是有婚纱店，然后又有儿童才艺的补习班。我以为结婚还要补习班哦。先补习，教你怎么样？就是结完婚之后，大家会生小孩嘛，生完小孩要读书，就来补习班。一条龙服务，对。什么时候葬仪社？生前契约，快了吧？快了，还有国中国小，我们一直有地狱笑话。我被延上了，好开心哦！欢迎位，欢迎。介绍2位专家，首先介绍超人气美女主播林佩琪主播，欢迎。主播呢是中山大学行销传播的硕士。接下来介绍资深财经主播邓凯明主播。那主播呢是民传大学传播所的硕士，目前是资深财经主播。那我们就进行我们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进行我们存款争夺赛，来把规则稍微讲一下。各位创业家，请往后看，我们银行的金库呢准备了5万元，也可以转回来喽。那这一回合呢，怎么累积存款？每答对1个答案就可以累积2000元到你的账户。准备了5万元，抢完为止，大家加油。这一题呢是由林佩杰主播来举圈或叉。第一题 ，Sandra 请出题。2023年，求职网针对曾经创业过但现在已经结束营业的人们进行调查，请问目前占多数创业失败的原因，前10名有哪些呢？请讲的你已经乱按了，不行，好急哦！我还没讲呢，请讲的。好，哎呀，快！那个资金来源不足吧？因为我觉得那个从一开始我们创业的时候，就是在资金这一块一开始会想得很美好。
就是你会想到，如果我进货的成本啊等等之类，都觉得我准备这样200万可能就够了。应该是说你卡得很紧啊，对不对？算得很紧，没有asobi那里。对，因为如果通常这样第一次创业的人都不会预估说临时会有什么开支等等之类的，所以到最后可能周转的时候周转不灵，就容易会结束。资金周转。来请加2000。好，好。我要把佩佩的答案讲掉。他刚刚讲他开店的位置选得非常偏僻，那他有幸活了下来，但是有些人就是不幸活不下来，所以就是他可能开店的地理位置选得不是非常好。对或错？对，就是算是说这个办公室或店面租金太高的部分。对，现在那口。我想到的是股东闹不和，对，就是很容易跟朋友，有时候这种亲情啊、友情、爱情交织在一起，对，然后讲的好像公私不分一样，有时候想要大声骂又骂不出来，小声骂又不够力道，有些情绪出来了。对，就有些人在就是拿钱出来，像刚才博文讲的增资，说不定有人不想拿钱。哪一个股东不拿钱？哎呀，我不好意思说，我身边很多朋友，对，都是我身边朋友的例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股东不和这件事应该也是原因之一。股东不和，对或错？请增加2000，而且股东不和赔钱还没事哦，开始赚钱就有问题了。这是我听很多。大家点头如捣蒜，这是遭受过什么事啊？我听过太多大陆我们的朋友在投资，就这样，你一开始合作的事业是很辛苦，可以共同努力，但是一旦赚钱之后，开始就不得了。其实我就是会想到这样子的原因，所以我在开补习班的时候，我是从来不问任何的支出跟收入，跟我的股东们，对，就是完全要报表给我也不看，然后就完蛋了，真的就是缺员工吗？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找我相信的人，你们就去做吧。对。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你现在跟我们聊天吗？你现在是这样就拿2000呢？现在轮到你了，你不是聊天的。好，我要讲我的答案了。我的答案就是，我觉得是人事关系很重要。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比如说规则我们可以定得很清楚，但是员工这个是最难管理的，所以我觉得人事关系很有可能店会倒。管理员工对不对？因为刚刚是股东不和，对，或者是员工做的不好，比如说像我面试的时候，我有时候会遇到诈骗集团，我说我们服务业是要有热忱的心哦，你可以吗？他就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可以，但之后就没有，就懒散，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请他走之类的。薪水小偷了，对啊。所以你员工的问题对或错？加2000。对市场敏感度不够。对市场，你不知道这个市场需要的是什么商品，结果你卖一个商品，结果这市场根本就没有要买。错估了市场情势。你们的意思是说，比如跑到新加坡去卖棉袄啊，对，海南鸡饭、羽绒衣这些就不行啊。对，这种的。对啊，那你怎么可能会在那个地方卖羽绒衣这些？对。来，请增加2000。哇，大家都开胡喽！你跑到美国去做隆鼻手术，谁会做啊？可是美国封存就很多。鼻子都高成这样，对啊，他们可能要缩鼻吧？他们可能执法可能愿意啊，出的比较快。而且，哎呀，我觉得可能成本结构不清也有可能，就是像是我一开始都以为进货价就是跟工厂我拿了多少钱，然后我算了。比如盒子、包装这些等等多少钱之后，我就没有再预估，有可能他们会突然有涨幅啊，或是如果这些涨幅之后，对我来说我利润是不是就不够 cover， 我还有运费等等的，这些中间的计算，在创业的时候很难会完整的都全面顾到，很容易会忽略。有就是原料成本过高，可能没有计算好。对。好，这个我讲我身边朋友的公司啊，就绝对不是我自己的公司。对，他可能那个公司有遇到一些公关方面的问题，怎么听起来有点导致各个合作伙伴抽单，很惨啊！大家哇觉得怎么可以继续合作呢？导致他们原本的收入就不见了，很有既视感。对，这个我是听朋友讲，我们大家好像都听过这个故事，真的是祸从口出的部分吧？有可能。好熟悉。所以他的总结叫祸从口出吗？公关问题，对不错。
没有前10名，没有前10名，太特例了，太特例了。这件事情我还不是很明了，是那个公司发生什么？你要问哪一个？因为有好多事情哦，都是同一家，但是好多事为什么情。公关出什么问题？因为一个节目出一个事，一个节目出一个事哦。我知道是谁了。哦，我在去劝我朋友啊，向节目呼吁耶。对对对。那口，哎，我觉得会不会是对有一些法制法令的问题不太熟悉？像有时候对员工可能就是劳健保，大家最关心的啊，像我们自己开餐饮的，可能就是要遵循这种卫生局的一些法令，像你蛋要怎么放啊，生食冷食要分开放啊，有很多非常多的规定。那甚至是大公司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是财经的一些制度的法令。那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大家会遇到一个问题，然后导致就是公司就是妻离子散？那个叫做4分5裂，不叫妻离子散也啊，是差不多，差不多。来对或错？觉得法令的问题是，所以不要急着创业，要先了解为什么人家专门去念 EMBA，要念他的回来比较这个失败率会比较低一点，增加2000。耶。贝贝，我觉得可能是被同业同行抹黑，被对手抹黑，他怎么抹黑你呢？就是比如说，像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客人进来才做3分钟，他没有预约，所以我们就请他等一下，我们先服务已经预约的人。然后他做了3分钟就走了。然后后来我们的 Google 评论上面就有负评说我们态度很差啊，什么服务不好，没人理啊，这样。对，没人理啊，什么很骄傲，才刚开店就怎样。然后我就有点害怕，因为那时候我在韩国，我一回国我就赶快看监视器，发现原来根本不是他们讲的这样。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画面截图，我就会发现。平白无故有人这么远跑来，不可能只等了3分钟就走。然后就想说有可能对敌军，对，有可能。我觉得佩佩很棒，他是自己店发生的事就说自己。对比起有些讲谎话的人，讲谎话到底是谁？老师对或错？不对，同业公司不是，可能是个案比较，可能是个案吧，因为他讲的是前10名哦，前10种原因。对，好，讲谎话。创业者所有的事情都揽，所有的事情都自己一手包没有交办给别人。对他没有交给别人，变成说自己过劳，就旁边人都不知道你在忙什么。对，这好像应该是归于什么啊？应该是归于人事的管理吗？还是可能刚刚有讲过？对，好。我听过，可是这样算不算人事？就是有用错会计师的部分。是会计还是会计师？会计师就是找错那个，因为你在挑会计师的时候，有时候需要信任度，然后结果被会计师弄了一笔他整个公司的资金，就等于全部缴税了。那可是这些那个本身创业者是搞不清楚的，就是到底哪一些可以合法的抵税，然后或是我应该要缴出什么单据，这在对一开始创业的人，像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真的都听不懂，我就找了几个我学会计的朋友，先教我一些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完之后，再找到会计师的时候，跟他很认真的把每一条都捋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找错会计师对或错？错。这刚刚应该有讲到类似，可能也是法令啊，你财经的这个部分不足。那口是你呢？客户关系的维持不对，就是就像我做甜点店，可能我们有很多进货的厂商。那我们可能在当中一些沟通不良，然后导致可能那个窗口它的沟通不良，然后很多客户对你没有失去信心，他不愿意进货给你，甚至是不愿意在可能行销啊，或是各种的层面去给你帮助，就是他没有维持好跟客户的人际关系，导致人和不好。那会不会也是新创公司倒闭的原因之一？讲的那么长，听得懂吗？听得懂，但是抱歉没有。不是。来，其他可以解说一下吗？好，其实呢，这个是根据调查，我发现呢没有办法马上赚大钱，这是刚刚可能大家没有讲到的，因为可能大家都想要创业呢，想要赶快可以获利，那但是呢，在可能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时间内没有获利的时候，就想要收手，或者是呢就想要退出这样子。那其实根据经济部的中小企业的一个统计大家应该知道，创业1年倒闭的几率是90%，那剩下的10%存活下来这些呢，在这个90%会在5年当中来倒闭。简单来说，能够撑过5年的只有1%，所以大家都蛮厉害。那其中呢，后续的资金不足啊，缺乏客源，都是占蛮大宗的。还有3万6，大家继续加油，请出题。不止钞票、货币才有价值，请问在现代可以保值的物品有哪些呢？请抢答。讲谎话。
手表。好，加2000。好，来，哎呀，我觉得应该房子很 OK 吧，房子有保值的，也有可能会贬值的，但比例来讲，保值的比较多。对。来，我哦，这个是我本人并没有持有，但是哎呦我不是你对长辈那边，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我老婆的奶奶送给她一堆黄金的东西，对，好像那一辈的人超爱买黄金，所以我在猜想黄金可能蛮保值。哎，黄金对或错？有。哎，接下来那个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呐。就是女孩子最喜欢的钻戒、钻石，一定是可以保值的，越来越贵吧？哎，对或错？对，铁定那可是钻石要赚钱也比较难，除了稀有的啦。保值啦，保值啦。对，比如说买一对是4000万的，有可能它会增值。对，来，贝贝，我觉得艺术品，比如说像是画那种东西，对，那是洗钱吧？我只知道有钱人的生活是怎样，我不晓得。能保值吗？可以啦。来，请举牌，可以。一定可以保值嘛？铁定。还有很多车也是一样啊。不能讲出来，他们还没有讲。有，刚刚有讲了。没有，没有吗？没有讲，哦，增加2000。你留给我讲好不讲谎好？话都有讲，我当然讲车啊。可以啊，就跟你说还不行没讲吧。不能私人牙会哈。那你不能讲车，讲别的。古董。古董对或错？好，增加2000。我觉得这应该没讲到，刚表那些讲了，包有的可以保值。哦，爱马仕啊，可以保值，来，请举牌，对或错？包有。对。嚯，那个真的是会增值，对请加2000。好，我要钻一个算是没讲到的东西，试试看。刚刚有讲房子很保值，它下面的土地才是保值。买土地，对，哦，土地对或错？对。耶。那口。我想到一个，不知道可不可以限定版的，像球鞋，Jordan 的那个，有很多男生的梦想，我觉得它应该可以保值。对或错？对。限量的。可是现在有个问题耶，起码坑了归你也呼起嘛。以前你放10年、8年增值，现在放4年拿出来，还没拿下来就氧化了。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去解说这样。所以它一定要一买的时候就完全几乎是不能穿的，你就要包好、保护好，是不是？不像以前那么耐用。刚刚好，最近有个新闻就是苏富比的拍卖，乔登鞋刚好卖出天价800万美金。800万。第几代的？13代。来，佩佩。我觉得酒。对，有的好的酒是可以保值的。请举牌。酒是一定会的啦哦。对，有时候你有时候买2、3千，过几年就变5、6千了。酒好，那只是2千。好像名人的签名，看签名球或是签名的照片。可这跟限量有没有一点点？哎，这个刚刚有讲过了，其实有讲过。来，哎呀，公仔。有一些公仔真的很贵，就是真的贵到你抢也抢不到，然后大家都是收藏的，而且有收藏的人就收藏很多，家里就真的很多。公仔也是要收对了，对，来对或错？公仔请加2000，破万喽！哇，好紧张，好难好像还好，你今天怎么确定很难？对啊，真的弱，我每一个都不太确定，然后我都会稍微去改一下前面的答案，把它稍微变一下，然后希望会对。是，所以刚刚讲到黄金嘛，有一个币值好像是全世界稍微比较不会受到风险危害的，叫做美金。美金的话有波动风险。我以为你要讲别的嘞。而且它就是题目钞票货币啊，有没有在读题？逻辑在哪里？我好急哦，真的。那个。阿嬷很喜欢戴那个玉石。玉镯啊、翡翠啊、手环、项链啊、绿玛瑙那一种亮晶晶的。你推销什么我都好想买。对，这种就是一个购物专家，卖完钻石卖珠宝，对，卖珠宝。对或错？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贵重物品、珠宝，我们刚刚有讲过。算同类的。算同类的。而且你买玉啊，千万不要买那个3万5万，其实那对你来讲都是费事。你不相信问他，你买3万5万去哪里涨啊？
那些税收都太多了，所以你要买的很贵的，将来才有机会翻倍嘛。我感觉这题瓜哥超强。对啊，不是啊，什么东西？对，钻石买那1颗啦、2颗啦怎么翻？你起码要买个8颗啦、9颗啦。你要叫我问吗？你家里该不会？不是，那个一定要去标来嘛，不然你怎么涨？真的。对，来，该谁了？我觉得是茶叶。茶叶，我之前去大陆出外景的时候，他们有采访他们的那个茶山，那有的这个茶砖是可以到10万、10几万的，然后他们都会留在家里，对，就跟红酒一样啦。对或错？对，曾经有过讲到普洱茶砖，的确是有那个市场跟炒作的空间。大陆炒作的，对，非常多。但是呢，这会保值，但是如果没有保存好，就会变质。对，会变质。好，接下来，哇，我觉得佛像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刚刚那个江先生说了。古董，可是有些人收古董是不收佛像，因为佛像是单一，完全只收佛像的人，就是他们只收一些不管是孔金的也好，或是有特殊意义的、年代久远的也好。我知道有一些知名的藏人收了很多佛像的，他的身价好像是有到几百亿耶，就是在佛像，在中国内地那边的有很多。不行啊！因为刚刚有讲过，像艺术品有画作之类的，其实就讲过了。对，来，佩佩，还有1万2哦。树啊，树，对，木头，有一些千年的古树，对，还是活的吗？活的。对的，珍贵树种的确是有，而且呢，包括了像是有牛樟还有包括有很多特殊的那种古老的树，它会做成艺品。的确是有它的市场价值，但是要收藏这种东西要小心，因为很可能你在买卖跟收藏是犯法的。我们有植物森林法是犯法的。加2000，破万喽。OK， 继续。我刚刚有想了一个是标本。标本，什么样的标本？就是稀有动物的标本，或者就是。你在美国电影看，人家家里会挂的熊头、鹿头那种麋鹿的头啊、熊的头啊，外星人的身体没有啦，就是标本啊，就是很稀有的动物的标本。错了，除非你拿到木乃伊啊。那标本确实是标本，木乃伊在家里啊。不是你木乃伊，那是国家有的。真的。好，的确在讲到这个通膨的情况之下，要找到保值的商品，其实刚刚大家都讲到很多很重要的这个关键。不过呢，包括其实很多像股票，甚至是美国的公债，其实也都算是有保值的条件。那比特币算不算？比特币其实也算，但是呢，它在虚拟货币。刚刚没有人讲比特币，虚拟货币圈当中，他讲美金不讲比特币，真的。在虚拟货币当中呢，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奇特性的，因为它会越挖越少，所以它也的确有保值的价值。但是呢，必须在选择这种投资商品当中，要找在市场流通性还是可接受的，会比较有销售的管道。好，接下来我们佩杰还有1万还没抢完哈。好，佩杰我们请出题。千万要小心，如果主管有这样的行为，你的下属会非常的反感。请问，根据调查，员工最讨厌的老板行为前10名有哪些？这就代表我的老板不是人，对不对？这部电影，请抢答。好快！哎，对，你好好快，这题是老板自己检讨。对，检讨自己啊，各位。检讨大会开始，那我就开始自我介绍了。我觉得老板不能够说话前后不一，因为你决策下去的时候，常常听到就是他昨天说这样，今天又是朝令夕改，对或错？对，觉得有。来，请增加2000。伯恩有很多可以讲。对啊，你就把你自己的个性说出来。可爱的语气来告诉大家，身为老板，千万不能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对或错？请增加2000。Nanako，我觉得啊，一般人也很讨厌，就是老板会偏心。对员工有时候漂亮就多一点，然后长得不太漂亮就少一点，太过分了。这是人性嘛？对。所以老板是觉得是大忌，对，可能他是应征同一个职位，但是你可能薪酬什么或者各方面的福利都给的参差不一，我觉得那是大忌。对，那个员工会难过。恭喜2000。
也破万喽。佩佩，我觉得是放假了，下班之后，老板还一直传讯息或打电话给员工，对，会被讨厌。是哦，人家就想放松了，还一直传讯息给他。对，好，来对或错，也有，就是额外的增加工作量啊，压榨下属。好，来回到姜黄话。推诿卸责啊，出了错全部都是下属的错。哦，推卸责任，没有扛责任的勇气，对，没有肩膀。对或错？错。没有这个前10名。前10名不包括这个，来，哎呀。很小气。老板小气。因为尾牙的时候最常就是那个老板在台上加码加到最后18000那种，就员工会觉得我1年为了你那么辛苦，业绩也都是你的赚钱，大部分我只是领薪水，你最后那么小气，会让员工认为老板对我们真的不够好，可能会留不住人哦。对不对？无法带薪。对或错？很小气也没有，很小气，还是比较 focus 在工作上面的。我很在乎这个伯恩机会来，伯恩。哇，最后一个答案哦，真的？对啊，2000哦，剩下2000啊！天啊，我一定要抓到这个。对，就是有些老板他们自己什么都不会做。就是怎么讲呢？出一张嘴啦。对，出一张嘴，就是一直说，哎，你这样做不好，自己下去也不会。出几滴嘴，对或错？没关系，来增加2000。好，这个目前这个5万块也抢光了。是。有2个是12000了哈。是哦。啊，所以我们把奖金念一下好了。好，姜律师6000，艾雅12000，伯恩10000。Nanako 10000，佩佩12000。是，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接下来进行 winner or take。Winner takes it。哪里不对了呢？赢者全拿好像差蛮多的，你不能直接 The winner all take， 赢者全拿。好啦 ，winner all take 啊，在这一回合呢，跟3回合不一样哦。这一回合呢是大家同心协力，先存款到我们的金库里面，然后最后剩下那一个可以把钱拿出来。那这个问的方式是一题呢有 A、B 2个选项作答，比方说这题答案是 A， 那有3个人选 A，1个人代表1000块，就会存入3000，最后的那个全拿。对，是，总共有3轮，赢者全拿。第1轮，请出题。当老板压力大，晚上睡不着，好困扰，请问做什么可以有效帮助入睡 ？A. 天黑后运动 ，B. 做简短的冥想。请作答。哟，哎呀。运动会很嗨啊！如果天黑晚运动，只有某种运动适合，其他都不适合。很干净，是不是因为真的只有老师说过，睡前只能做某种运动，其他都不适合？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对呀，脑内啡分泌哦。你看他们都知道，听你。好，嗨完之后就会累了。大家选 B， 做简短的冥想，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B 做简短的冥想。好，5000块，请入账。第2题，请出题。哪位知名歌手因为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对当地经济带来潜在效益，甚至被经济学家创造了某某某经济学的新名词 ？A. 碧昂斯 ，B. 泰勒斯。请作答。这题答出来打屁股。我这不是现在整个东南亚的人全部都只在一个地方吗？是。对，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泰勒斯小姐太厉害了。正确答案是 B 泰勒斯。其实泰勒斯呢拿下美国《时代》杂志2023年的风云人物哦。他的红呢不是只有说售票的时候啊，票务的网站瘫痪这么简单。他其实呢是甚至为他发明了一个字，叫做泰勒斯的经济学。举个例子好了，他的首站墨尔本啊，总共3场，每天呢有超过10万人进去。然后那时候墨尔本官方来统计一下，光这3场演唱会就为他的观光效益带来了12亿澳元。对呀，那这个相当是247亿台币。先加5000好了。好，来接着下面一题，请出题。
人类透过不断的进化，发展成现在的模样。请问，研究发现，为什么男生有胡子，女生却没有 ？A. 男性比较容易被打。B. 女性长胡子不容易怀孕。请作答。各位的表情太有趣了。说不定姜黄花一个人赢哦。你来，男性容易被打吗？应该是说那个吧，就是男性在竞争方面他比较容易那个啊，他都是主要就是在外面那个跟人掐拼的，更加掐拼的，所以你有胡子看起来可能会增加一些那个保护能力。对，真的姜黄花，姜先生其实蛮有可能像狮子的鬃毛，对，雄狮，对。那你选 B 耶？对，帮他讲话一下，后悔了。你选 B 是女性长胡子不容易怀孕。就是因为长胡子就是男性荷尔蒙太高，所以不容易怀孕受孕。是，也有点道理啊。对啊。正确答案是 A， 男性较容易被打。你们要想想看哦，好厉害！我们是演化的过程呢，远古时代都是女生留在家里，或是做一些简单的采集，男生是要出去拼命的。你狩猎的时候，或是跟别人竞争的时候，你有一些毛在脸上，总是可以降低一些被打的那种痛感啊，还有一些那种冲击力啊。如果胡子打到胡子上，比较不会那么痛啊。不要小看它，如果你这个胡须的缓冲区，你可以减低高达16%的脸部撞击力。对，大家快留胡子吧！哇，对，你就留不出来。很多人执法执到这里来了，定讲弄胡子呢。来，请加1000。哇，你好棒哦！在第一轮11000，请灌入我们姜黄化的账户。哇，17000了，加油！领先了哎。因为大家也不用做4个都淘汰了，进行第2轮，第一题请出题。好难哦。发型也被视为古代刑罚的一种，请问在古代会对头发进行什么处罚 ？A. 将头发剃光 ；B. 将头发染色。请作答。哟，那够选 B 耶。对，他想时髦一下。对呀。因为我想说，还是会有剃光头发，像清朝不是也要剃发吗？没有，只有剃前半，对啊，后面要留。哦，剃光，那有可能应该是剃光，对，有可能。好，那我可能一时误会。其他选 A 的伯恩呢？就是感觉那个以前的人把他头发剃掉，对他有一种羞辱的感觉。对，就以前清朝人不是留后面嘛，然后后来那个就是什么八国联军啊进来啊，剪你的辫子啊，他说哦不要，所以我猜这个是一种，就是他们有想到一些刑法。正确答案是 A， 将头发剃光。古人认为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当时啊，只要是男女成年就不应该剪头发了。那秦朝呢，延伸出一种叫做坤刑，是古代中国的5刑之一，就是把你犯人头发全部剃掉。没错，它就是一种耻辱刑。好，这个南大口请坐那边。好，我们不会剪你头发吗？没关系，是做3筒哎，对的，好高级哦，请加4000块。下一题，请出题。发现瓦斯漏气，要尽快将瓦斯散去。请问第一个动作该做什么呢 ？A. 开抽油烟机 ；B. 开窗。请作答。4个人选开窗，不是选开抽油烟机。姜黄化。你如果开抽油烟机的话，那个火一打起来就爆了吧？好，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开窗。来，请加4000。好，8000喽，8000来，请出题。在台湾常用猪来骂人，请问在日本会用什么动物来骂人呢 ？A. 猩猩 B. 章鱼。请作答。哇，请作答。哦，选 A 的猩猩，佩佩。
我觉得他们很喜欢吃章鱼烧，就是在他们如果那个是骂人的，我觉得那个不会发展的这么好。那个美食。哎呀，就章鱼拿来骂人，所以我把它吃下去啊，就是。不是哦，你们都没听过一句话吗？什么？哦，你这人跟他타코嘞，不会不把塞啊。你们听过？你们没听过吗？你这样一骂，我觉得好熟悉哦。今天 taco。这人的taco啊，不会不把塞啊。我们是这样骂人的，我不晓得。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章鱼，没错。用 taco 来骂人呢，大家想想看，你没有真的觉得被针对，但就觉得哪里怪怪的，好像被瞧不起。其实有人说，因为章鱼呢光秃秃又四肢柔软，可以用来骂人这个没骨气啊、无能啊、软弱。对我们骂人的时候没血没泪啊，因为事实上 taco 也没血啊，对，他也不会掉眼泪啊，就用来形容这件事。来，两位请入座，谢谢。来，请加2000。1万，太难了。来，下面一题，请出题。小心，这组密码千万不要用。请问哪一组密码最容易被骇客入侵 ？A. 123456 B. VIP。请作答。啊，什么意思 ？A 是123456，B 的话是 VIP， 哪一种比较被骇客容易入侵？我以为这个只有一个选项叫 A 1234567 B VIP。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VIP。其实呢，调查30国的用户啊，盘点出最容易被破解的200个密码。那台湾的榜单呢，出现了前10名哦，要不是连续的数字，要不然就是很好猜的。第1名就是 VIP。1234556是第2名，那还有哪一些呢？像是000000，或是01234556，因为怕忘记就比较好记。对，那还有一个很特别哦，就是你电脑键盘这样子按下来，就是 EQUAZ 有没有？这样子按下来的2排，你自以为很难懂，但事实上它这样是顺的。哇，好险我都很所以各式各样。如果你有这些密码话，尽量赶快改掉，不然的话很容易被破解。那就是姜黄花又再进1000。哇！11000，请进入姜黄化的账户。28000，来回来进行第3轮，请回来。哦，可以回去了。对，4个人都淘汰了嘛。大家接下来进入第3轮第1题，请出题。根据台湾外送平台统计，国人最爱用外送平台叫什么美食 ？A. 面线 B. 奶茶。请作答。哎呦！全部叫奶茶哦。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奶茶。外送平台他们公开2023年的外送排行榜，当然第1名就是手摇啊、奶茶啊。但是如果你看地区来看的话，有个很有趣的哦。如果是宜兰跟花东，他们特别喜欢点小笼包。哦。那如果在南部的话呢，以前是热狗，现在是米血。哦。对。OK， 来加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哪一种在台湾常见的道路行为，在英国是被明文禁止的 ？A. 招手拦车 B. 狗狗搭机车。请作答。哇！救命啊！2个选 B， 3个选 A 啊，太难了。那对，我觉得国外对于动保的这个意识可能比台湾更抬头，所以他说狗狗，哎呀，狗狗也算是人。因为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好像是哪一国的地铁，你只要把狗狗可以装在袋子里面，都可以搭他们的地下铁，所以他们就把那个 IKEA 袋子剪成4只脚的那个洞，让它穿，只要背得上去，它都可以搭地铁。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允许狗狗做这种行为。哦，对，所以我选 A 啊。哦 A。对啊，所以他们逼狗狗搭车 OK 嘛，所以我选 A 是错的。是，佩佩。因为我之前去英国的时候，好像很少看到机车。可是台湾都是狗狗在前面。我是牌啊。因为我妈有一次在英国手机掉了，然后她是坐计程车去的。我觉得我妈的智商应该不可能会去用 Uber 或什么的，就老人家一定是用那个随手拦的计程车。但这个故事狗狗在哪里？
狗狗对耶，一针见血。我看还蛮多人骑摩托车，狗狗放前面啊。台湾啦。它自己还会平衡哦。哦，对。对啊，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第一，狗狗搭机车，其实他们非常的 care， 非常 care 狗狗的安全，所以对他们来说，搭机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他们反而是这样子来保护狗狗，不可以搭机车哦。那以前外国人看就觉得是李唐华特集团，对，觉得啧啧称奇，觉得哇塞，你们的台湾的狗狗啊是要受过机车训练的，是。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有个英国记者他来到台湾，他看到之后还幽默的写下这一则报道。来，3位请到旁边坐，谢谢。哎呦。这样累积奖金要答很多题，块来请，要答很多，我们先一起加油，我们一起连。下面一题请出题。现代人换工作常会说是跳槽，请问跳槽在古代最早是用来指什么 ？A. 马跟别人跑了 ；B. 嫖客喜新厌旧。请作答。请作答。伯恩的表情控制，请作答哦。请作答哦。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嫖客喜新厌旧，因为在古代呢，大家会将青楼姑娘比喻成槽，那姑娘们当然希望曾经上门的恩客再指定自己嘛。当这次怎么没有点我呢？他怎么喜新厌旧呢？你改变心意，找了别的姑娘，我就说你跳槽了。当然就顾不来。安妮安妮，来3个请回来。这个7000就不入任何人账户了，直接被回收，归还未来银行。哎呀，我们现在就用桌面上的数字来看谁是冠军，请宣布奖金。太难了，姜律师28000，哎呀12000，伯恩10000，娜娜狗10000，佩佩12000。恭喜姜黄化成为今天的冠军。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我们今天的冠军姜黄化啊，有资格挑战。那总共奖金是？姜律师今天挑战金额是28000，这是您的提款卡。哎，我们走向金库吧，走。欢迎来到未来银行。等一下，来，请插卡。很急哦。哎，金库打开，里面有2万块是你的了啊！来。2个提示，有分别是总笔画34画追老板的老婆啊，或是总笔画52画幻想变首富。哎呦，有追老板的老婆哦，大逆不道哎！欢天喜地啊，不是大逆不道。对呀，鸠占什么巢？有违常伦。哦，对，有违常伦这4个字成语，对不对？幻想变首富。异想天开啊！异想天开，对啊，或者是幻想变首富，做白日梦，那是成语吗？哦，这2个成语都蛮难选的。对。但是我觉得追老板的老婆那实在太渣了，我没有办法接受了。哦，那你要选择的是？我要选择幻想变首富。来，果然也蛮锁定了。追老板的老婆是哪4个字成语呢？请看。没选的哦，越俎代庖就是帮忙煮饭这样啊？越俎代庖这个意思吗？帮老板炒饭啊？帮老板炒饭啊？制作单位你们这样？越俎代庖炒饭哦 ，OK， 所以这4个字也不好写，对不对？对，你光卡到了俎或代庖，你会可能写到病字边的那种。好，幻想变首富，请出题。临渊羡鱼，临渊羡鱼计时开始。渊羡，他们应该要常写字啊，因为写状书嘛。哦，对。对，也可以打字啊。对。
停，几秒？38秒。如果错的话，还有22秒可以改，好不好？你用了38秒。林渊现已来密码18152011，对或错？哦，是哪个字错呢？来，还有28秒，22秒，来计时开始。幻想。那应该是这个。要快哦。好，停。刚好改了一个冤，哎，18132011，对或错？好，已经是错了，哪里写错？我幻想，我很羡慕首富啊，所以这个羡是哪一个羡呢？哦，不是我拿出去给你，而是so 羡慕。对，来我们看看正确解答好。好。对，可惜。冤写对了哈。好，谢谢，挑战失败，请关闭金库。拜拜，可惜啊。谢谢，来我们回现场。林渊写得出来就很厉害了。对。好，林渊现鱼就是说你淋在那个水池旁边看到很多鱼嘛。可是你又想要吃这个鱼，又不努力，想要变首富又不努力，幻想异想天开，不切实际，所以叫临渊羡鱼。希望大家看我们节目有获得一些知识啊！别忘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所有来宾，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就去看老师的节目，谢谢你，辛苦，谢谢，辛苦，谢谢。